蓝星历2010年元旦，一只巨鸟吞噬了太阳。蓝星进入有夜的同时，出现大量的人类传入了安全区里，所以神明，人类无法杀死它。直到5年后，首次有人觉醒序列能力，击杀了神明，而普通人如何觉醒序列尚未可知。其他序列者变强，需要服用序列魔药，并不断释放技能。而我觉醒了吃神明就能变强的序列。我在序列论坛并未看到任何关于我序列的信息。从我重生前35年的人生经验来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独一无二的序列一定会被抓去做研究。不是跟这个人有仇，而是他在偷看我吃神明残骸。而有种序列可以读取死者的记忆，但只要死者的大脑被毁坏，记忆便不可读取。可我还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序列能重现死者的记忆，只好一把火烧掉来保险。可不公开序列身份的序列能力者，在生存条件上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如果无法找到工作，便只能饿死。但安全区内的人多，工作少。好在我现在是高3学生，还能在食堂免费吃饭，每周在图书馆兼职，朱老师会给我10枚铜币的报酬，让我一个孤儿不至于还没毕业就死掉，更别说觉醒训练。既然给了我一个独一无二的序列，那我便要在这个末世好好活下去，谁也别想要我的命！奥洛夫探长，这人的头骨不像是普通人能造成的伤害啊。洛伊，你是说序列能力者？但毁坏了头骨，又何必再放火呢？我就猜到你要这么问。你觉醒序列太久了，自然知道怎么避免死者被探查记忆。你是说刚觉醒序列的人，并且犯这么低级的问题，证明没有固定渠道获得序列信息，那便是穷人。他想要获得更多信息，就只能去这个区域唯一的网吧。跟我去将罪恶绳之以法吧，罗伊莲娜探员。奇怪啊，今天已经有人收过神明残骸了吗？给点吃的吧。我都靠学校食堂救济，哪有余粮来支援别人呢？若我毕业前不能公布序列身份，纵使序列再独特，也无非是饿死在路边的下场。身上还有10枚铜币，再去网吧看看序列论坛有没有什么办法吧。还是去那里挑吧。好嘞。唉，穷成这样，还一天来2次网吧。前世那么多办假证的业务，什么假学历、假手续，甚至假的出门条，这个序列能力总有帮忙造假的吧？注册序列后啊，除了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外，管理局没有权利重新测试能力者的序列。哼，这不就是可以办假证的辅助证明吗？全部不许动，把手举过头顶。奥洛夫探长，您这是例行检查。学生，我成年了。刚刚喊不许动，为什么还要操作电脑？我地下交易，地下交易，成人网站，成人网站。奥洛夫探长，没什么情况的话，就让客人们继续消费吧。你们的监控在哪儿？糟了，被发现是序列能力者的话，肯定会被拉去测序列能力的。奥洛夫探长，没有信安部的手续，我不能随意调取监控呢。拿信安部来压我，你们后台势力不小啊。您又何必说出来呢？能在这种电力匮乏的地方开网吧，我应该是奈何不了你了。收队，给每个人加半个小时的网费。长官英明。看来这个网吧的水挺深呐。你也不想刚刚浏览的内容被探长知道吧？到巷子来。10几岁的小崽子，就算有水不多，但能榨出来多少是多少吧。你有什么事吗？刚刚我救了你，想收点好处。你想要多少？1枚银币。什么？1枚银币能兑换1万枚铜币？我在图书馆每周的兼职费仅是10枚铜币。你的意思是想死？这小崽子是序列能力者，你杀了我也没用。我设置了定时邮箱，我取消的话，下周监控视频就会出现在奥洛夫的邮箱里。1枚银币，每周。我上哪每周给你弄1枚银币？那就是你的事情了。那枚银币还是从偷看我吃神那人身上摸到的，
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小秦呐，这是这周的兼职费。谢谢朱老师，不是您这些年把兼职交给我做，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时候不早了，快回家休息吧。好的，朱老师，我把这些书收完。不用，学生们一般都不会来图书馆，只有温叔会经常来。想不到办法的话，就再去安全区出口的垃圾箱偷些什么残骸吧。上次那箱吃完就升到了2级，之前那个网管……刘大志今天休息，我是老板，我叫王德发，有事也可以跟我说。小巷子里说吧。我们真没发现什么箱子，您是序列能力者，我不敢骗您的。我没说你们偷了，我想看看监控。不瞒您说，为了省电，平时监控都是没有插电的。不信您可以看看监控电脑。那就看看吧。您看，我没骗您吧？我有事先走。对了，你知道刘大志在哪吗？他在家里。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着火了！着火了！对，居民就是先听到有人说着火了，才从刘大志的房间看到火起来了。看来凶手还是上次那个人，而且就在那天的网吧里，被刘大志捏住把柄想杀人灭口。哎呀，我真没拿您的东西，而且您来那天刘大志就死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我说了，一个纸皮箱子，里面有20枚银币的货。这几天我把网吧找遍了，况且我也不知道您的纸皮箱子长什么样啊。那我管不了这么多，我看你不开监控，就是为了帮助别有用心的浑水摸鱼吧？不是老板，我就是个普通人，哪敢掺和你们序列能力者的事儿啊？普通人？我看你也没少和序列能力者打交道吧？老板，伪造序列可不行说啊，他只是来用电脑的。还真有啊，你能看到别人电脑内容？不是，是那个女客人长得挺好看，我想知道她用电脑干什么，就开了监控。但是我就瞄到一眼，看到是你们序列者能力的东西，我就把监控关了。借我个胆，我也不敢参与你们序列者能力的事儿啊。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知道，探员罗伊莲的，这几天老跟着奥洛夫来网吧突击检查。这几天老来？好，我还有事，再给你3天时间。把箱子给我找到。好嘞，好嘞。这个刘大茂死了还给我惹下麻烦事儿，我上哪儿去给他找纸皮箱子呀？难道是我的序列本身比别的序列强？不重要，重要的是网吧伪造序列。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是你分下2次平民命案，现在又要对序列能力者出手了吗？现在的情况应该是我问问题，你来回答吧。那你问吧。你为什么要伪造序列？我没有伪造序列，我是闻香人。可以闻出死者生前接触到的味道，2起事件中都有你。你伪造序列的证据被我设置了定时邮件不取消，就会发给奥洛夫。你确定要这么说？好吧，我的序列是欺诈者。还好多炸了他一道。欺诈者是什么？我刚刚还不确定你是不是那2起命案的凶手，现在我确定了，也验证了奥洛夫的观点。什么意思？你刚刚默认了你是凶手，又拐弯抹角打探，其实是想问我怎么伪造序列。行吧，怎么伪造？你登录序列论坛进入聊天室，反复进入8次，会有一个叫圆梦的 ID 来找你，让你提供信息。他做好后，你就可以直接去管理局领取证明，全程不会有接触。这么隐蔽？是的。另外，你最好小心奥洛夫，他想抓的罪犯，至少我没见过几个跑得掉。奥洛夫，行，3分钟后你顺着我离开的方向来捡你的枪。这些序列能力者都有病吧？自己丢了东西。老板，带我去看监控电脑。不是都看过了吗？哎，好的。那个纸皮箱子，先不急，我不想有人打扰。这怎么好？出去。哎，好嘞。6次、7次、8次。全程不见面，就意味着只有他手上有我的把柄，而我没有反制的能力。不用见面吗？但是，探长，这里面是监控电脑，没有人的。我知道。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王老板让我在这里面等他。看你的样子是学校的学生吧？在这里等王老板做什么？对，我是学生。王老板让我来这里面，每次给我10铜币。怪不得一直拦着我们进来。收队，那就去看看最近注册序列的人吧。老板，我一个有妻儿的人，你怎么能这么说呀？灵机一动，灵机一动。那个王老板，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借我1枚银币。晚上得想办法看看对方的真面目，最好能拿到他什么把柄。这2个孩子真是般配呀。小群呐，我有点事儿要先走，你晚上锁下门吧。大晚上的，温树一个人回家不方便，你给送送。好的，朱老师。谢谢朱老师。哦，对，你是年级第1，你肯定会考大学的。你不准备考大学？我这个成绩考大学，还不如指望我觉醒序列呢。啊哈哈！序列能力者也有大学。你怎么知道？而且你知道序列大学有多少吗？我连有序列大学都不知道。100多所。什么？普通大学才8所？序列能力者人数不是远低于普通人吗？怎么？哦，对，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以这个世界对于序列能力者的推崇，这个比例也就能理解了。所以我才说觉醒序列才是普通人真正逆天改命的机会。但是他怎么会知道？你还挺聪明，一下就想通了。等一下，有人在跟踪我们。好啊，怎么不跑了？我们又不找他，周少爷打着这个小妞的主意呢。原来是这样。怎么，知道自己为什么死了？周阳家养的混混呢？你问我怎么不跑了？因为这里没人。你最好破坏他们的脑组织。他连这都知道，得放火把他们烧了。不用。但是我们的气味会被闻香人序列闻出来。哪有这种序列？尽管序列种类上千，也没有什么闻香人。那就这样就行了。按照罗伊莲娜的说法，算了，她一个满嘴谎话的人，所以那个奥洛夫应该也没有说的那么厉害吧？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书上看的。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家了。明天见。奶奶，我回来了。好孩子，不早了，快去睡觉吧。我把饭菜给您热了再睡觉。这孩子这么晚回来，而且他身上的味道还杀了人。光是你抓住我的把柄可不行，我也得知道你是谁。后面要是用这个事情威胁我，你得跟我共同生死。在1楼吗？啊，怎么走了？被拿走了。应该是论坛里说的窃贼序列，隔空取物。啊！抓到你了！你叫沈石松。你放开我！你知道我舅舅是谁吗？我舅舅是序列管理局的处长钱问道。他怎么自己就交代了？序列管理局的人，监守自盗，有点意思。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我舅舅一定不会放过你。这么说来，你对你舅舅来说还挺重要的了。那是当然。你知道你舅舅让你来取这个东西是干什么吗？具体不知道，但你肯定是要有求于我舅舅，才会给他这枚银币。傻得恰到好处。那背后的人就是钱问到了。你翻我包干嘛？你备注的舅舅，就是钱处长的电话了吧？怎么怕了？想怎么跟我道歉？石聪，拿到了吗？钱处长，他本来是拿到了。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当然是想完成我们的交易。那你让他把东西拿走不就行了？
那这样岂不是只有你手上有我的把柄，而我没有任何反制你的办法？你把他怎么了？他只是在休息，钱处长请放心。你想要什么？我想完成我们的交易，面对面那种。行，明天。等一下，现在好像主动权在我手上吧？那你说。现在你到居安学校外面废弃居民楼来。行吧，你把我外甥和钱都带上。我外甥呢？当然是关起来了，等事情办完，你自然会回来。那就快点把东西给我吧。钱处长有点不耐烦呢。啊？我还说想跟钱处长有些合作。跟你合作？我巴不得快点让你这种人消失。我把你和罗伊莲娜合作的证据设置了定时邮件发给管理局。那我们应该怎么合作？伪造序列这事儿，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蚂蚱。我希望往后和钱处长在这件事上能有高度的默契。好，没问题，我绝对不找你的麻烦。而且我有什么问题，你得帮我。当然，你遇到了麻烦，我也会想办法帮你。这哪像个10几岁的学生啊！行啊，先帮你把序列的事儿办了吧，我需要这些资料。钱处长，我等你好消息。校长好。校长好。也不知道钱处长什么时候能办好。看他对侄子的态度，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哎，那个背破包的学生，怎么不喊校长好啊？校长好。没吃饭吗？为什么不大声一点？算了，序列还没注册好，动手打了他，他一定会报警。万一那个奥洛夫真的从我这查出什么，我现在的身份还是普通人，难免会有什么麻烦。校长好。序列能力者相关的地方就是不一样。小秦，去我办公室聊吧。好。你的假序列魅影刺客……等一下，你不怕被监听吗？没事，我这间办公室有防监听的装置，很安全。你需要填些其他的信息。哎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平民觉醒序列的。对啊，我看论坛上提过平民觉醒序列的几率微乎其微。要伪造序列的人身份都不简单，看来他背后是有什么势力。是我肤浅了啊！对了，你是孤儿又是学生，最好没有住址，这样会更干净一点。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不是说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吗？啊，怎么感觉心脏痛？以后就再也不住这种地方了。以后我就是人上人了。校长好。又是你，怎么又不喊校长好？啊，你就是秦思阳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校长一定帮你解决。你的办公室给我用。可以可以，小秦同学尽管用。快叫救护车！这有什么用啊？看来和钱科长不简单呢。但是论坛上只能看到这些公职人员等级1的技能。这是李天明这个大肚腩地中海，还有人投怀送抱？难道还真是？我刚刚跟他说话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大了？发动暴力都无法挣脱，这是李天明的技能。李校长，我刚刚说话可能有点不礼貌。没事，我只是想跟你做个交易。我一个孤儿出身，有什么能让李校长看上你的东西呢？序列啊，我的序列对你来说有价值？你这些话可不像个10几岁的学生啊，倒像个经验老道的商人。主要我刚刚觉醒序列，帮不上李校长什么忙。要不咱们今天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你意思是，你不跟管理局举报我在安全区内使用技能，而我直接放你走？是的。我的秘密你都知道了，而你的秘密我也知道了。我的秘密？魅影刺客释放技能3分钟后会晕厥倒地，
而你还在好端端的跟我说话。看来非要跟你有交集了。我能给你的是充当你猎神的保险人，在你遇到危险时出手救你，而你则可以算作单人猎神队伍，而且你不用分我积分，象征性的分我一半的钱就行。保险人嘛，获得积分是2倍，且猎神的时候会很安全。那李校长想要什么呢？聪明人，你帮我找到一个欺诈者的序列能力者就行。我们一言为定。我和钱处长说点话，你先去忙吧。好的。钱处长，你有没有听说咱们安全区域东边的一个出口，神明残骸被人盗了？我听说了，奥洛夫探长，但那都是一些小型神明的残骸，是猎神小队提交原片甲割下来的，并不在科研这些领域有价值。奥洛夫问这个，又让我跟他来找小琴，而小琴伪造序列，怕不是真的和这件事有关。奥洛夫探长，你们也管序列能力者的事儿吗？不，序列能力者自然归钱科长你们序列管理局管辖，我只是好奇而已。那奥洛夫探长，咱们就办正事吧。好。李天明校长吧，我是序列管理局钱问道，这位是探案局探长奥洛夫。我们有事找秦思阳同学，希望你能回避。好，那你们先聊。小杰，有什么想要的东西，你给我发信息就行。好的，李校长。小秦同学，我们又见面了，祝贺你觉醒序列。谢谢。哟，看来小秦之前说的是有什么线索被奥洛夫猜到了，今天是来求救。小秦同学，你是哪天觉醒的序列？昨天。昨天觉醒了序列就提交注册，并且昨天就把流程跑完了。哦，是的，奥洛夫探长，神明残骸的事不归我管，我们区域觉醒序列的人又少，所以整个注册流程当天就下来了。神明残骸，之前吃的那2大箱残骸应该是被发现了。老秦是知道跟我有关，故意点我，还是他应付奥洛夫的说辞？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小秦同学确实是昨天才觉醒的序列。奥洛夫探长为什么这么问？前几天小秦同学在网吧老板那里打工的时候，我有些问题没有来得及问小秦同学。奥洛夫探长的意思是，你当时在用那台电脑做什么？学习。具体是学什么呢？奥洛夫探长，您应该知道我在学什么。小秦同学的注册信息是流浪，那你平时住在哪里呢？不好。奥洛夫探长，这个问题我之前就问过小秦了，就不好在……没关系的，钱处长。我听那些父母在探案局上班的同学说过，我们区域有序列能力者犯了命案。奥洛夫探长这么问我，也是职责所在。感谢小秦同学理解。我平常都住在学校旁边的一栋废弃居民楼里，现在觉醒了序列，成了序列能力者，不想让人知道我曾经落魄的过去，于是一把火烧了那栋烂楼。奥洛夫探长现在也可以去看，现在那栋楼应该还有我烧掉的物品，没必要说谎的时候，讲真话反而会比较好。5天前的晚上你在做什么？我在图书馆监制整理书籍，管理员朱莉老师可以帮我证明。奥洛夫探长是想说，那晚门口的残骸事件会和小秦同学有关？只是出于关心小秦同学的生活。从这里到那个安全区出口，如果不坐公交车靠步行，哪怕是我们的序列等级，也不能一晚上跑到那里又跑回来吧？如果真是小秦干的，那他的实力可真是不得了啊！这么说，我还真是错怪小秦同学了呀。我还有点事，就不打扰小秦同学了。行，那奥洛夫探长你先忙，我给小秦同学讲一些序列管理局的规章制度。小秦同学，咱们后会有期。奥洛夫探长慢走。看来罗伊莲娜在奥洛夫身上没说谎，他把我的作案过程推理的大差不差了。奥洛夫探长慢走。看来罗伊莲娜在奥洛夫身上没说谎，他把我的作案过程推理的大差不差了。不是老钱在场，可能真的要被这老头抓走。小钱呐，之前一个猎神小队上交了一枚杀虫鳞片，能帮你在猎神的时候吸引一些杀虫仆从。
都是一些战斗力低的小型神明，方便你获取积分。这怎么好啊，老钱？你刚帮我应付了奥洛夫，又送我这个。哎，帮你也是帮我自己嘛。哎，对了，小秦，你猎神积分多少了？哦，还没有。那你要尽快了。参加序列大学的考试，序列积分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还真有序列大学啊！而且那天温叔看我上那几个人的眼神也不简单啊。老钱，这个序列大学是教什么呀？重要的不是教什么，是你未来会融入那个圈子。顶级序列大学的学生有家里的帮扶，入学前就有不低的积分，所以你入学前的积分越高，也就意味着你接触到的人群地位越高。也是，末世10年，序列觉醒也不过5年，一切的秩序都在重新建立。最重要的是，自身实力与价值的等价交换。那我只要猎神积分越高，能进入的大学就越好。是的，只要积分够高，其他的就都不重要了。我还要回局里，那我送送你。你跟钱处长很熟？哦，老钱呢？算是吧。哎，那你让他帮忙查一下。看样子这个李天明是很需要这个欺诈者序列啊，那就得多钓他一段时间，让他给我多当几次保险人，多挣点积分。空了让老钱查吧，他们管理局的人事情多。对了，李校长，你知道序列大学的事吗？你是想说猎神积分的事情吧？也有这个意思。普通大学一共有8所，序列大学100多所。100多所。你知道？当然。啊，看来这小子有点来头啊。序列大学会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身体强度、序列特殊性。总而言之，就是为了以后人类反攻蓝星而储备和神明抗衡的力量。就算李天明是序列能力者，他现在也只是个普通中学的校长，怎么会对序列大学的事这么清楚？而猎神能力又分为猎杀神明的能力和科研能力，所以对于序列大学的学生，不仅会培养其自身序列的战斗能力，还会对科学研究还要上课啊？他是学校，怎么可能不上课呀？行吧。所以你有目标院校了吗？我现在连一个猎神积分都没有，还打上目标院校的主意了。那走吧。去哪儿？拿猎神积分。但现在不是上课时间吗？你叫我什么来着？李天明，校长。等一下啊，我去趟图书馆就来。校长，你在学校门口等我吧。能这么熟练的运用能力，肯定不会是昨天觉醒的能力。果然是某个势力培养的人嘛。小秦来了。朱老师，您怎么了？没事儿，就是胃有点不舒服。恭喜你啊，小秦，觉醒了序列了。没有朱老师照顾，我也活不到这天来。朱老师，到底怎么了？胃癌。担心才不说的嘛。朱老师，你放心，一会儿就拿钱来帮您治病。文叔，你照顾一下朱老师，我晚点回来。我们换个出口吧。哦对，要找个人少的出口。其实李天明也没有我想的那么不堪入目，我觉得。怎么了？我没钱呢。老李，你杀过神明吗？我有点紧张。即便甲莲外壳坚硬，你要小心他那2条须子，他们会伸缩变化。等一下，你出手了，是不是就没有2倍积分了？是啊。先不使用技能，看看我现在的肉身反应怎么样。这速度是等级几啊？危险！
怎么回事？刚刚小琴的动作快的我都没看清楚。不要攻击他的护甲，攻击他那些关节连接处。以小琴这种力量，想打断畸变甲连的关节，还是没……他在干嘛呀？我的妈！徒手打死畸变甲连呐！小琴呐，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有点吓到了。有这实力，你假装紧张，看来你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这个就是原片甲，小琴，你快把它割下来，这是结算猎神积分的凭证。老李，为什么我在序列论坛上没看见过畸变甲连的信息啊？你那个论坛都是一些初级序列者在发言，而且神明信息都是序列者拿命兑出来的，谁会这么大公无私发布在网上啊？问这种问题，他真的是哪个大势力放在这历练的吗？那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些信息的呢？特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吗？扮猪吃老虎？你忘了，我个人信息上写着，我之前是一所序列大学的副院长啊。那他当年不知道霍霍了多少小姑娘。哎，你别这么割，要保留神明的一些血肉，方便安全区检测员检测猎杀神明的序列者信息。到时候检测员会割掉这些血肉的。我还说之前为什么安全区门口会有垃圾箱装神明残骸，原来是这么来的。对了，老李，这个原片甲上有多少积分呢？6个。这么多？乖乖，出来一趟，平均每个人连1个积分都没有，这一下子就拿了6个。不止，你是单人组队，积分是2倍。哎，这是什么东西？老钱给我的道具，说是能吸引小型神明。我离开一线这2年，安全区的科技真是日新月异啊！果然，这个小秦是扮猪吃老虎。哎，来了！听声音，你小子运气这么好。哎，你就这么坐着？哎呀，我们之间也没必要处处设防吧？实力最弱的神明，怪不得老李都不稀得看。而且这个道具还真是神了！怎么回事？对了，神明只能被序列能力杀死。如果是序列能力杀死的长足蠕虫，那我不用匕首不也能杀死？吃长足蠕虫也有用。序列升级，序列吃神者，序列等级技能3，序列生吃神明可以提升实力。道理：10分钟内自身力量敏捷与肉身强度提升3倍，在此期间感受不到任何伤痛。除技能外，永久提升100%。决斗勋章：杀死一名神明后，自身当天全部实力。技能冷却时间1年。永久提升100%。之前序列等级2的时候，听罗伊莲娜说我的实力让她看不清动作，说明我的序列本就比其他序列强。现在成倍变强，那岂不是说我的实力差不多能比肩其他序列的等级4，甚至等级5？一天，他是杀了多少长足蠕虫？还有用脚踩死的，不是一刀刀斩杀，而是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军力常规真是做科研的好苗子呀！如果我还在大学，一定会收他做我的学生。如果我还能回大学的话，今天收获真不小啊！是啊，6个积分的原片甲，咱们3个人平均下来，每个人都能有2个积分了。你在笑我们吗？不可以吗？你拿了几个积分呢？在干嘛？没看后面那么多人排队吗？
你数啊。1、2、3、4，7九3，7九4。我跟你确认一下，你是单人组队独自猎杀的这些神明吗？单人组队，一个人拿1000多个积分。我确定我是单人组队，独自猎杀的这些神明。这都是长足蠕虫的原片甲呀！什么？长足蠕虫？最弱的选品？不公平！杀长足蠕虫会1000多个积分。哎，收敛点。那我的奖励是？你的积分一共是800分，由于是单人组队，猎神积分发放1600分，其他奖励不变。80万铜币和80瓶序列魔药，铜币和序列魔药数量过大，需要在管理局领取。另外，我将奖励信息发布到网站猎神影里，如果有人举报且属实，你将受到严肃惩罚。行，站住！干嘛？秦思阳，你敢跟我上决斗擂台吗？擂台决斗？我为什么要跟你决斗？这还是我们这个安全区出口的第3名，享有金币奖励加成20%的特权，当然要找你决斗了。金币加成特权？你刚刚跟我说其他奖励不变。你的特权在下一次验收才生效啊！不好意思啊，之前穷怕了。你这个衣服真好看，在哪买的？所以，你敢拿这个特权跟我决斗吗？跟你决斗我有什么好处？我输了给你特权，我赢了你给我什么？我给你1瓶序列魔药。1瓶序列魔药？疯了吧！我们出安全区10次都不一定能挣到1瓶。我刚得了80瓶。我查了你的序列是禁锢技能魅影刺客。我跟你赌我的盲刀。不要。哎，答应他，那把盲刀是个好东西。有多好？好到你有钱都买不到。还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当然，那可是猎神道具，你可以上猎神营地看看。猎神道具是专门为训练能力者开发的，产量低，需求大，拼接高的猎神道具甚至可以抵得过序列者的一个技能。虽然没有很懂，但是老李还要靠我找欺诈者，应该不会骗我。你那个盲刀有什么用啊？被盲刀击中的敌人会陷入短暂的眩晕，包括神明。眩晕能眩晕多久？眩晕有 bug 的效果。我要是用盲刀偷袭那些神明，那神明再厉害，不也就任我宰割了吗？小型神明能被眩晕5分钟。多少？我真想看看约翰怎么修理这个公子哥。我也是，可惜擂台是封闭的，看不到打斗过程。咱可不许变卦啊！是你放心。跳不了，做下一盘。什么事儿这么急啊？这是。也是，我看约翰的实力也没办法秒杀其他的序列者。咱们等下一关吧。擂台是全封闭的，别人看不到你们的序列技能，不用担心技能泄露。进入擂台生死自负，当然，如果有一方觉得不敌，敲击手环3下，我们会强行终止比赛。生死自负啊！你们觉得没问题的话，确认了赌注就在平板上签字吧。好。那个新人他是凶多吉少啊。是啊，虽然我不喜欢约翰，但是不得不承认，约翰的序列实力在我们这个区域确实是顶尖。看来不能太快结束战斗啊，免得像这个约翰一样树大招风。那个约翰凶多吉少啊！秦思阳，我看了你的注册信息，前2天才举起的序列能力，不过是个序列等级，不论是技能还是战斗经验都太嫩了。怕你变卦，进来之前我没告诉你我是序列等级3，不取你现在回血，我可以拖一点时间，让你输的不那么难看。时间肯定是要拖的。看来你们华国人确实很尊重文化，识时务者为俊杰。
能让我看看你的盲刀吗？是我目光短浅的问题吗？我怎么看这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当然。这的反应看来啊，这就是麻痹效果吗？对了，不能让你的记忆被人读取了，然后我还要等一段时间再出去。什么？那个新人赢了？魅影刺客放的技能会虚弱。嘿，不是晕倒。擂台门怎么开了？怎么看？约翰被爆头了。行了，够时间了。一会儿你自己去管理局，我在这等你。你不去吗？我跟你进去影响不好。行吧。你好，我来领取猎神奖励。请按手印。啊，1600的积分！秦先生，袋子里是80枚银币，箱子里是80瓶训练魔药，请您验收。唉，我还信不过你们吗？这个年轻人举手投足间，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帅呀！老李，分钱了。那个小秦呐，钱我就不要了。那不行啊，说好了一人一半。是这样的，小秦，这么多训练魔药在你那儿不安全。李校长，我们定的是钱一人一半。是，但是你看，现在你更需要钱，而我对钱没有兴趣，训练魔药对你来说也用处不大。李校长，你之前说的序列论坛这种初级论坛都有帖子说序列魔药的重要性，你总不会是想诓我吧？哎呀，没有。这样吧，我用那40枚银币买总行吧？市场价5枚银币一瓶，你给我8瓶。等，李校长，交易序列魔药是违法的，哪有市场价呀？倒是那些帖子给的最低价都是10枚银币一瓶啊。那咱俩这关系，你总不能真按那黑市的价格卖我吧？你要是觉得少就算了。不少了，不少了。小秦回来了。朱老师啊，好点了吗？嗨，本来也没多大事儿。我给您和温叔带了点饭菜，这是给朱老师治病的钱。这怎么好呢？朱老师，您就收下吧，不然秦思阳会过意不去的。而且，反正他来钱也快。就算小秦是训练能力者，挣钱也没那么容易呀。他跟别的序列能力者可不一样，况且他是感恩您这么多年的照顾。是啊，朱老师，这些年没有您，我也活不到觉醒序列这一天的。好，我就不当电灯泡了。你刚刚说我和其他序列能力者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啊？温叔！秦思阳没死。我说那几个人怎么几天不报个信？秦思阳，你怎么在这儿？因为老子想在这儿。你别过来！我叔叔可是周星，觉醒序列在你之前。叔叔，秦思阳要杀我。他在哪儿？他在我面前。我叔叔找你。小秦啊，周处长。小秦不用怎么见外，你和周阳是同学，我是周阳的叔叔，你可以管我叫叔叔。什么？叔叔在跟他攀关系啊？周叔叔，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就是和小秦同学打个招呼。你和周阳同学这么多年，咱们不认识一下就太说不过去了。确实是这样。周阳也是有福了，能和小秦当同学。对了，小秦有空来家里吃饭呐。好的。如果不是序列能力者杀学生是大罪过的话，周阳，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再来骚扰温叔，腿给你打断，滚！你打算报哪个学校啊？旭日学院。啊，我以为你不报最好的联合学院，
至少也会选择第2的九龙学院啊。怎么了吗？没什么。你看这些普通大学干什么？以温书的成绩都只能考旭日学院吗？当然不是。什么意思？温书不仅不是只能考旭日学院，他甚至能稳上联合学院。但温书有个盲人奶奶要照顾，只有旭日会给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单人宿舍。哎，别误会，我不对我的学生下手，我是之前给温书做升学计划了解到的。我还以为多大个事儿，不就是单人宿舍吗？我在联合学院外面给他租一间不就好了？我劝你别管这事儿。为什么？一是以你的能力，租不起那些学校外的宿舍。你说我租不起？二是，女人这种生物呀，你倒是说呀。就说那个租金吧，我不说联合学院，就是排名第2的九龙学院外的单人房间，都要100枚银币1个月。你说多少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些学院都在数字小的安全区里，安全区的数字越小，安全区就越繁华。繁华地段的房价跟咱们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可不是一回事儿。上辈子为钱发愁，总不能这辈子觉醒了这么强的序列还为钱发愁吧？小秦同学，我们又见面了。是啊，很不开心见到您。小秦同学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又来找你吗？又想害我？小秦同学是承认了。我承认什么了？奥洛夫探长，我这次来是想问问小秦同学关于约翰在决斗擂台身亡的事情。决斗擂台生死自负，我们都是签了字的。但是约翰的脑袋被打碎了，和之前我接手的2起案件很相似。我不了解奥洛夫探长之前的案子。那小秦同学能解释下为什么要把约翰的头打碎吗？当时我是第一次跟人比试，杀红了眼。哦，但你当时应该是序列等级1的魅影刺客，而约翰是序列等级3的魅影刺客，你是怎么越级反杀的他呢？跳跃提问吗？先问结果，再出其不意问内在逻辑问题，想抓我的破绽。你是想问我的序列是不是魅影刺客吧？伪造、杀人，哼哼。当时我被他打败，于是问他借我们的赌注盲刀看。这个赌注在场的人都知道。我趁他不注意用盲刀划了他一下，让他陷入了麻痹状态，从而反杀了他。小秦同学不觉得这么做很卑鄙吗？赌命的事，不会必死的人就会是我了。之前丢失的神明残骸，小秦同学怎么看？杀招在这儿。什么残骸？看来小秦同学还是不准备配合呀。我想，如果我带你去序列管理局重新测一下序列，就会知道我想要的答案了。奥洛夫探长真想带我去测序列？当然。奥洛夫探长不是我们安全区的人吧？小秦同学怎么会这么问？我在弑神营地看到序列能力者，除了被定性为罪犯之外，序列管理局都没有资格重新测序列能力者的序列。这是安全区共识，而奥洛夫探长好像信誓旦旦的要带我去序列管理局。也就是说，我眼前的奥洛夫探长好像来自别的安全区，因为我们安全区的奥洛夫探长应该不会用这么违背常识的问题来炸我。这也是奥洛夫探长档案里消失1个月后从西格玛区的治安厅主任调任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当一个底层探长的原因吧。我也不知道小秦同学在说什么，而我这次来只是为了表达我的善意。我如果是想害你，就应该传唤你到探案局了。那我真是十分感谢奥洛夫探长的好意。如果奥洛夫探长没有一些实质性的证据就对我进行审问的话，我应该是可以保持沉默的吧。小秦同学应该是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也说了，这不是审问，而是想和小秦同学结下友谊。牛逼，
这糟老头子说话不过脑子吗？先给我一通诈，让我抓住把柄了，再来跟我结下友谊。算了吧，奥洛夫探长，您这个朋友我交起来心里怕呀。我为这个结果感到遗憾，小秦同学。那我就不送了啊。奥洛夫探长，有空别常连线。好，我马上过来。怎么了，小秦？朱莉老师在医院被人打了，我过去看看。哎呀，真是个重情重义的孩子呀！你好，请问朱莉女士在哪里？你是朱莉女士的家属吗？是。你是秦思阳哥哥吗？你是？这是朱莉女士的孙女。医生叔叔本来准备给奶奶动手术，突然来了一大群人，让医生叔叔先给他们看病。医生叔叔不干，他们就把奶奶扔了出来。这个，因为他们是序列能力者的家属，我们也无能为力。医生也及时救起朱莉女士了，现在也脱离生命危险了。朱莉老师在哪儿？麻烦你们再照顾一下小姑娘。陈院长，你为什么要约老李啊？你叫他老李？李校长。哼，你不用知道为什么，你就说能不能行？当然行。看这样子，我也不知道老李这个关系该不该攀呢。老李应该会答应我的吧？大不了多给他几瓶血裂魔药。陈院长，那朱老师的手术不急，什么时候你把李天明约出来，朱莉女士的手术当天就能做。秦先生您来了。我找一下钱问道钱处长。好的，您跟我来。小秦，你怎么来了？老钱，我杀人了。谁？普通人还是序列能力者？被杀的是周兴的亲戚，教育处处长周兴。周兴因为自己的序列能力一直没有太仗势欺人，倒是他那些亲戚借着他的身份到处作威作福。给你点惩罚，也是为了给周兴一点面子。小秦，你能理解吗？这样也好。发布一篇通报：秦思阳在维护老师朱莉的过程中，失手误杀周俊等5人，故序列管理局对秦思阳作出处罚如下：1月内上交30积分的原片甲，且不发放任何奖励。小秦这招高啊！杀了人来自首，既堵了周兴的口，又借此证明自己不会杀人逃逸，让奥洛夫无法指控，一箭双雕。坐吧。那个周阳最近没来骚扰你了吧？他没法再来骚扰我了。他转学了？他死了，周阳一家都死了，还有探员罗伊莲娜。你也觉醒序列了？不，但我看过普通人杀死序列能力者的100种办法。那个周阳确实也该，谁让他老是对你？不是他会对我怎么样，是他们家不想放过你。啊？那罗伊莲呢？他是因为在监视我。算了，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还是别问了。啊，对了，谢谢你帮我善后啊。没事。对了，你要不然去考好一点的学校吧，单人宿舍的费用我帮你出。不用了，就算我从联合学院毕业，找到了好一点的工作，也很难还你这些钱。没事的，我不介意。我介意。事情就是这样。老李，你就去跟陈院长吃顿饭就行了。为什么？一些陈年旧事。如果不是看过老李以前的照片，真的很难相信老李没有给陈院长使用什么精神控制的手段。我出5瓶序列魔药。朱莉对你这么重要？是，没有朱老师的话，我可能都活不到觉醒序列那天。
你跟陈风和说，今晚6点在鸿运饭店。老李，你答应了。序列魔药。陈院长的医术真是厉害呀！是啊，昨天我看到朱老师的时候，秦思阳哥哥，昨天那群人到底是什么人呢？那些东西不是人，是扮成人的畜生走错了地方。如果让朱老师知道昨天那些人是自己学生的家长，不知道该多难过。小秦，那些人不会再来了吧？不会的，朱老师，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而且陈院长是我的朋友，您就安心养病吧。小秦真是越来越厉害了，还有陈院长这样的朋友，都是托朱老师的福。朱老师会好人有好报的。谢谢你啊，小秦。朱老师，我去接个电话。你是？我是沈世聪，我舅舅是钱文道。你找我干嘛？我舅舅被人告挪用血烈魔药，现在正在接受调查，他让我找你帮忙。什么？他现在在哪儿？序列管理局的监视室。舅舅，小秦、石松，你们来了。老钱，怎么回事？有人举报我私自挪用序列魔药，但是没有拿出什么证据，所以我现在在被调查。你有线索，是得罪谁了吗？得罪？如果你真干了这事儿，别人怎么会没证据？你是说有人设计我？不然说不通啊。小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不过我暂时想不到谁会陷害我，而且我们贸然采取什么行动，反而会受人以柄。咱们最好按兵不动。小秦，谢谢你。哎，咱们之间不说这些，而且我也没做什么。那小秦，最近咱们最好先暂停联系，让敌人自己露头。好，现在老李应该和陈院长吃完饭了，回去问问他怎么看吧。你喝了不少啊，老李。你去哪儿了？老钱让人设局了，我去看能不能帮忙。你帮朱莉，帮温书，现在又帮钱问道，那你答应我的事儿呢？哦，你说欺诈者这个吗？我帮你出去猎神，帮你偷抓奥洛夫，帮你去见风和。本来是找到了一个欺诈者，本来你早发现谁是欺诈者了。老李，我本来打算过几天告诉你的，但是他被人杀了。你走吧。我走去哪儿？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我们的合作就到这里了。老李，对不起。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当时为什么又要干这种事儿？真的对不起，老李。现在我又该去哪住呢？对了，我来你这里住几天，是神营地。哎，秦老板，你怎么想到来我这儿住啊？不乐意？哎，没有，一枚还你的，一枚是房租。真的给我吗？反正现在也无事可做，要不我再去安全区外碰碰运气。老板，住宿，我们店有热水。老板，我们饭店口味一绝。这次动静怎么这么大？该死，铁盔鼠枣！式神营地里多，这个玩意的防御力比畸变甲类高得多。这下老李不在，怕是不好办了。来吧，果然防御力惊人了。地上那只是被马刀麻痹的。2次攻击才能击杀一只吗？这简直就叫一拳了吗？我是这个意思吗？算了，命要紧。我去，还好没贪那个杀虫鳞片，这要是被包围，怕是就要交代在这儿了。怎么会？不是说小心神明大都智力低下吗？
怎么会有组织的对我展开阻击？等等，群居生物且有组织，也就是说我只要干掉指挥官就能破局。可这些铁盔手藻长得一模一样，头目会在哪儿呢？他们在收缩阵型，没错，就是这个方向。在那儿。那现在就该我猎杀你们喽。怎么嚼不动啊？不好，我的喉咙！这什么玩意儿，硬成这样！看来吃是吃不了了。我还说老李不在，就不用偷偷摸摸的吃了呢。又这么多，今天你还一个人？看来这人真是不一样。今年我们市的最强新人应该就是他了。我得给您做个测谎和记忆测试，您理解吧？实际上，虽然他没说几句话，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心里那种傲然众生的气魄。该死，喉咙还是好痛。这是中型神明的原片甲吗？我怎么知道？我又没见过中型神明。有点数不清楚，我用机器给您数一下，185个积分，加上其他的，您本次获得的是451个积分。请问您这次还是一个人吗？没错。好的，您本次获得902个积分，总积分2402，已经是这个区域积分最高的序列能力者。我这么厉害？哎，我喉咙好了？难道说我的序列还有隐藏的恢复能力吗？不是说序列能力者拿猎神积分很难吗？2402个积分，在安全区才排18000多名。毕竟是全安全区的排名，我只在我们这区域排第一，真不知道榜单前面那些人是什么怪物。看来这个世界有的是高手，现在还不是翘尾巴的时候啊！第141是新人王秦四阳，我不是就在这个区域第一吗？新人表彰会将于明日召开。怎么没人通知我成了新人王？这里面有问题，市长和各区域的区长都要参加。参会的工作人员一定是被各区域中被区长器重的人。如果老钱参会，那诬陷他的人就不敢有大的动作了。你是说有人不想让你参加新人王会议，又不得不让你去？因为我的积分太高了，想阻止我的人没有办法。但序列管理局出席人员的名单已经敲定了，你打算怎么办？很简单，你不出席，我就不去。小秦为了我，甚至不惜得罪整个区的神级。小秦，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啊。再说，没有你的杀虫鳞片，我也没办法成新人王，不是？你好，哪位？小秦同学，我是咱们14121区的区长潘有光。明天我知道潘区长，我希望能在明天的会议上看到钱问道处长。这我们的参会人员已经确定了。是吗？可如果我不参会呢？准备好了吗，老钱？你就是小秦吧？陈市长好。秦思阳靠杀了几百只长足蠕虫就成为新人王，这传出去，其他社会怎么看我们第14市？你是？陈市长，我是14121区序列管理局局长潘美。我想在会议开始前，举报秦思阳勾结管理局处长秦问道，合谋盗取原片甲，骗取猎神奖励。小秦同学，潘局长说的是真的吗？各位领导，大家应该都能看到弑神营地里验收员发布的我猎杀长足蠕虫的举报帖，也就是说不存在盗取原片甲的行为。还有一篇关于我猎杀铁盔鼠藻的举报帖，大家可以搜来看看。什么？他猎杀了铁盔鼠藻？而且帖子说他是单人组队。好家伙，铁盔鼠藻可是比即便甲连防御都高的神马，而且都是成群出现。是啊，一般的猎神小队遇见铁盔鼠藻都会选择撤退，他居然一个人杀了100多只，而且还有一只185积分的神明。那这孩子是天生的杀神呐！我不知道这样的成绩会不会比新人王第2名潘仁更好，而这个潘仁好像是潘美局长的儿子吧？小秦这孩子不仅实力强大，思维逻辑还如此缜密。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潘局长，今天是新人王表彰会，不是举报大会。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合适的时间提出来。正如潘区长所说，这是新人王表彰大会，是对我们14区序列能力者的鼓励。我能作为新人王，能作为各位领导认可的新人榜样，其实是因为领导们的帮助，是因为我们联合政府为整个人类提供的帮助。我是一个孤儿。什么孤儿？我还以为他是哪家的贵公子。就是啊，那孩子可真是不容易啊。对于我个人而言，能有今天，还离不开一个人的帮助，就是刚刚潘美局长提到的钱问道处长。是他对我的悉心教导与规劝，让我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希望，坚持到觉醒序列的那一天。在这里，我想对我恩人钱处长说一声，您辛苦了。赵小琴的演讲撰写文章，一字不改发布新人王表彰会的总结。老钱，你没事了吧？托小琴的福，我现在不仅没事儿，还升局长了。哦，那要恭喜你了。是恭喜我们。走，进去说。老钱，你知道欺诈者序列吗？他们应该是有一个组织，这个序列的人几乎都没有注册自己的真实序列。这样啊？哎，那你知道罗伊莲娜是谁介绍来的吗？这我还真知道，周星。对了，提到周星，之前我听说他手里有个序列大学的特招名额，正在物色人选。现在你成了市新人王，我想他最近就会来找你。那可真是太巧了。之前就在想什么时候和小琴同学一起吃个饭，又一直没有时间。是周叔叔，我也想着什么时候和周叔叔请教一些人生问题。小琴真是太客气了。我确实是对你太客气了，不是看在你手里有特招名额，老子现在就把你交给老李。小琴知道序列大学的特招吗？有过一些了解。好，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用咱们区唯一的特招名额，跟你交换序列魔药。我就猜到你这个中灯没憋什么好屁。怎么样，小琴？那周处长需要多少序列魔药呢？50瓶。小琴和我真是心意相通啊。本来我觉得因为朱老师的事情牵连到他很不公平，现在不了周香，你就等着老李来找你吧。但是根据我的了解，50瓶序列魔药的价值匹配一个特招名额是有溢价的吧，周处长。小琴怎么这么见外啊？你还是叫我周叔叔吧。当然，我预期是50瓶序列魔药来交换这个名额，但是交易对象是小琴，我打算只交换40瓶小琴的序列魔药就行了。周处长，我想我说的可能有些过于客气了。且不说我以新人王的身份你不推荐我，市长那关你过不去，就是普通序列学生来换名额，充其量不过50枚银币，就是5瓶序列魔药。周处长这是欺负我年轻啊。那我大哥一家的命怎么说？如果周处长真的这么在乎那一家人的命，又怎么会坐在这里跟我交易？10瓶。等一下，你签个字吧，我把信息上传到网站上就行了。好了，序列魔药什么时候给我？明早6点，在居安中学外被烧掉的废弃居民楼。干嘛？老李，我查到欺诈者了。在我办公室等我。你之前存的那些小视频都删了？那个，因为陈院长，你查到的欺诈者是谁？周星，教育处处长。小秦，帮我个忙。你说。杀周星啊？那可是政府官员，
杀了他我会吃官司的。我继续给你当保险人。行，你要帮我处理周星的尸体。我？你有经验。好，谢了。小秦，一会儿我把他的头带走，你处理掉他的尸体，我们在安全区门口会合。好。嘿。能跟上我的速度，小秦，你的序列能力还真是奇特呀。资料上说老李是萨满序列等级3，能跟上我的速度。老李，你的序列等级也是假的吧？秦思阳，这小子这么不靠谱吗？我靠谱得很。这怎么处理啊？扔井里吧，反正这附近也不会有人来。又得给他擦屁股。行了，周家这一家子也算团聚了。杀了他们，也算秦思阳积德行善了。老李，你是不是被欺诈者序列欺骗过呀？那周星话都不问，直接就杀。问什么？我哪知道你要问什么？你不知道我要问什么？我让你杀你就把他杀了？啊？我有一个朋友可以读取记忆，我托人把周星的头送过去了。那好歹问他点你想知道的问题吧。小秦，你太年轻了，很多问题你问不出答案的。直接读取记忆是最方便的办法。那你就近找个会读取记忆的序列能力者读记忆不就好了？干嘛送到别的地方呀？信不过别人。也是，末世之下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别人不想说的秘密也少打听。这走了一路了，怎么连根神明毛都没看见呢？钱处长给你的那个宝贝呢？让我弄丢了。那怎么办？哎，要不咱往安全区深处走走？我一个序列等级3，你一个序列等级1，往深了走，遇见中型神明，咱俩都玩吧。哼，好你个李天明啊！我们到底什么序列等级？你心里没数吧？5瓶序列魔药。行。我怎么感觉怪怪的，心一直跳呢？呵呵，心不跳你就死了。啊！鬼面录，不好！小心发誓！喂！这是某个神明的腹中。小秦，你被鬼面鹿吞了，这是个中型神明。小秦，我只能控制他5分钟，你快想办法出来。嘿，也不知道这臭小子能不能听到。如果换个序列就好了，就算是换成魅影刺客，也能把小秦救出来了。小秦，你可别再在这里呀！想办法出来，我得想得出办法呀。中型神明应该也怕刀捅吧？假的吧？这伤口愈合速度……我操，这怎么打？唉，胃酸，这要是不快点出去，就要被消化了。神明，老话说7步之内必有解药，莫非这些鱼能克制这个鬼灭鹿？天不生我秦思阳，万古如长夜。
只要找到鬼灭鹿的心脏就行了。小琴，我快要坚持不住了！操！老李撑不住了。成了，趁老李不在，赶快吃鬼灭鹿的肉。看来这臭小子把鬼灭鹿干掉了。我操，瞬移，牛逼！该出去了，不然老李肯定会怀疑我在里面做什么。你怎么乱丢烟头啊？有没有素质？还校长呢？你在里面玩的挺开心的。我没找到出来的路。走吧，回去了。老李，扶我一下。都有旅店吗？我订2个房间。老李，谢谢你啊，还给我买个智能手机。这下看世神营地就不用电脑了。没事儿，反正我是偷你钱买的。我哪有钱呢？我钱不都拿来买你的血炼魔药了吗？你牛逼啊！小钱，老钱，进来吧。钱处长，人家现在是钱局长了。哈，都是托小钱的福。钱局长，小钱，风和找我有点事儿，你们先聊。行，李校长你忙。老钱，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你还记得奥洛夫吗？那个探长？对，我现在负责神明残骸失窃的案子，我猜和你有关，就一直压着没让人调查。但是最近奥洛夫放出风了，要越级上报到管理厅。这个奥洛夫怎么老是阴魂不散呢？我就是过来跟你通个气儿，然后问你，特招的名额拿到了吗？拿到了。那就好，我得到消息，周星失踪了。这个事情涉及到老李，老钱跟我一条心，但不一定跟老李一条心，还是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老钱了，是吗？你拿到特招名额，我尽量把奥洛夫稳住。等你特招去了其他安全区域，奥洛夫想要跨区域追查就难了。谢了，老钱。咱们不说这些。行了，我来就是说这些。你受伤了就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了。好。我这个恢复能力真是牛逼啊！这么重的伤，10几个小时就好了。德友，秦老板，我之前看名片就觉得这名字应该跟你有关系，你们居然是3兄弟。是我们也没想到能同时帮秦老板做事儿。你们有电子账户没？电子账户？你们把手机拿出来，注册一个账户。辛苦你们照顾，我给你们转点钱。秦老板这怎么好？你已经给过钱了。哎，听秦老板的。哦，好。李天明，你这家伙！哎，小姐，学校里不要大声喧哗。之前我就发现我的序列魔药少了，我还真没往你头上猜。小秦，你说咱俩分这么清楚干嘛呀？哎，对了，老李，我之前看网站上讲你是序列等级3，是真的吗？你呢？不该问的就别问。这序列魔药你打算怎么办吧？你是赔呀，还是怎么着？特招最重要的就是猎神积分，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多薅老李一把。我说小秦，上次是运气好，
你发现鬼面鹿胃里的细鱼能克制它。你要是遇到，还我序列魔药。你要说上次我怕，我是真的怕。现在我俩一个序列等级4，一个序列等级5，我这个序列等级4还比普通的攻击序列等级5牛得多，我会怕？这怎么现在在安全区附近，总是连根神明毛都看不到了？我听说是因为有人用特殊道具在这附近过度捕杀小型神明，导致附近成了小型神明的进入区。我去，杀绝种了呗？谁这么不要脸呢？那个，嗨，不过我发现你小子真是有点东西。1周之内单刷铁盔除藻群，还能从鬼面鹿腹中找到杀他的办法。不是你帮过我大忙，我都想伪造证据举报你了。我要真让人举报成功了，你就得把偷喝的序列魔药全都吐出来。也是。小杰，想不想杀中型神明啊？废话。那我话都没说你就往下跳，我也只能跟着跳了呀。冒昧的家伙，这洞里有什么呀？这洞倒大不小的。我还不是很能确定，但是看这个洞的大小，神明的体型不会很大，也就不会过于危险。你选条路吧。我选啊，那我选前面这条吧，跟着感觉走。吃吃，不能这么倒霉吧？怎么了，老李？快往回走，小声点。怎么了？来不及了。不就是只章鱼吗？这是恶命章鱼，被智慧诅咒的中型神明。智慧诅咒？什么是智慧诅咒啊？只是一种叫法，因为在科研领域，恶命章鱼是目前唯一发现具有思维能力的中型神明，而诅咒就是他们会找序列能力者进行决斗，决斗内容是猜他的心脏在哪儿。序列能力者猜对了，恶命章鱼就会死；猜错了，恶命章鱼会让序列能力者死。恶命章鱼实力很强吗？当恶命章鱼受到伤害，会复制出一个复制体，所以硬杀他的话，只会越杀越多。即便是能一击杀死他们的高序列等级的序列能力者，也会因为最后体力耗尽被他们杀死。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跟他赌命。而且，恶命章鱼一开始只有8只触角，每赌赢1次就会多出1条。19、20，他有20多条触手，他连续赌赢了10几20次。是的，老李，你这么了解，要不你去跟他赌，我在一边保护你。谁去赌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他自己来挑。冲我来了，我就跟你说不下来不下来。现在好了，行了，看他想怎么办吧。不是，为什么是我呀？冷静点，恶命章鱼是有思维能力的，看你慌张会给你下套。你是要我在这3个石堆里猜哪个装着你的心脏吗？是的话，你去眨眨眼。都没有声音呢。刚刚老李说他会给我下套，我听不到石堆里的心跳，也就是说，这3个石堆可能都没有他的心脏。而老李刚刚疯狂眨眼，应该是在提示我什么？这3个石堆里都没有你的心脏吗？那你这是出老千呢！我靠，不是说什么智慧型神明吗？和这20多根触手纯靠诈骗，见不见得？在这2条触手里猜。恶命章鱼的原片甲积分就是随着触手数量增加的呀，怎么会有人举报你积分造假呢？连你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已经脱离科研一线2年了，很多前沿信息我都得不到。那咱们怎么办？先了解下出招的对手吧。你背后是哪家势力啊？攻击你的方式还挺特别，你不方便透露的话就算了。老李这是把我当成豪门贵子了呀。你好，我是李天明。李天明校长你好，我是陈市长，安排来送你们去州会议室的。现在有一辆车停在你们学校门口，请和秦思阳同学一起乘车到州政府大楼参加明早的询问会。好的，你小子面子挺大呀，走吧。重生过后别说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私家车，看老李这派头，好像是安全区的什么大人物一样。也是，不能在对手面前露怯，我也得和老李一样装一下。他们是父子吗？陈院长都只能坐在默契当记录员吗？能让州长参会，势力不小啊。南荣大学，最顶尖的4所序列大学之一，小秦怎么得罪学校的人了？不是。真话。那为什么对我们用测谎仪还没有凳子坐？先发制人。小秦，你哪儿像个孤儿高中生啊？金思阳同学，我们只是为了确保你说的话是真话。至于凳子，你也看到了，会议室实在没有多余的凳子。既然没有给我们定罪，而你刚才用测谎仪对着我，已经违反了序列管理条例，
这个小鬼还知道序列管理条例，看起来就难缠。我能组织这个会议已经是很给面子，我就别参与太多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好意思，觉醒序列后打字太快，停不下来。刚刚的事都记下来了。陈市长在帮我，刚刚把冈坂日川厅长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哎，是冈坂日川，有区别吗？连序列管理条例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序列管理厅厅长？拿2把椅子进来。我是南荣大学即将上任副教授的佛伦萨。根据我对恶命章鱼的研究，恶命章鱼的原片甲从不会超过800个积分，这是我的研究论文。可我猎杀的那只恶命章鱼就是1200多个积分呢，我通过了安全区出口的检测，当时在场的序列能力者都可以为我证明。那也有可能是和你验收员串通。佛伦萨，暂且叫你一声副教授吧。你的论文的数据支撑好像有点问题啊。我的论文能有什么问题？你的数据模型还是我2年前提出的模型，而且这个模型在我提出后2个月我就发布过声明，这种模型只针对小型神明的研究有效，不能套用到中型神明的研究当中。你是李天明？我去，不是吧？老李以前真是个大人物啊！你是李天明教授？如果这个错误提交到论文审核处，佛伦萨老师，支撑你成为副教授的这些论文应该都会被撤销吧？李教授，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怎么突然感觉老李这个人，怎么之前帅的这么不明显了？这挺起来的肚子，明明是一种富贵的气质。再看这地中海，不是地中海，这个光明顶发型，一看就是一种聪明绝顶的高志峰造型。我操，老李，你以前真是那个什么荣的副院长啊？中荣大学，嗨，都是陈年往事了。那个佛伦萨为什么对你说的那个什么数据模型这么害怕呀？我也感觉奇怪。按说南荣大学的副教授怎么会研究起恶命章鱼这种3年前就研究透的神明啊？研究透了？你的意思是我们猎杀的那只恶命章鱼真的有问题？不是，恶命章鱼的原片甲积分会随触手增加而增加，已经是盖棺定论的事情。之前最高的恶命章鱼积分是800分，也只是因为那只恶命章鱼是当时人类遇到过触手最多的，所以我认为那个佛伦萨只是因为不想论文的证明材料作废，所以给你搞出这一出。我操嘞，这些搞科研的都是什么东西啊？为了自己利益就要来害我？小秦，你也别这么说，你现在这副嘴脸怎么挂新人王的头衔啊？新人王怎么了？遇到这些脏东西我还不能骂2句了？本来就是他什么货色我什么脸色喽。不是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佛伦萨应该能对你的特招有帮助，回去用你的账号登一下特招网站。我就说他怎么在研究恶命章鱼。教育部自从肖志刚上位部长后，连年卡学校的经费，南荣大学的校董会有没几个经济方面的大佬，没办法获取前沿的研究材料，这些研究人员就只能用这些水的东西来凑数了。那你说那个佛伦萨能帮我特招？我猜就在今晚，佛伦萨会邀请你作为证明人，帮他的新论文提供恶命章鱼的新信息。他害我，我还帮他？特招除了猎神积分，还会看你的科研积分，甚至科研积分的比重会高于猎神积分。只要你让佛伦萨在他的论文里把你放在第2作者的位置，你就能在参加特招的学生里领先一大步。真的假的？你就信我的吧。今天会议结束后，佛伦萨找我聊过这个事情，我从他的话里也听出他很需要你的证明。不过你要记住，如果他找你的话，你一定要争取第2作者的位置。不是，我为什么不能是第1作者？你怎么不跟你爹商量，让你当一天爹？我没爹啊。如果你要去南荣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陪你。周星的记忆检测出来了，我得去一趟。行吧。你小子命真是又好又硬啊。你说我有了这玩意儿，特招是不是就容易得多了？容易得多？你要是说捐点藤万之心给特招你的学校，那些学校别为了抢你打起来。你的意思是，行，我给你想办法，顺便把我复出的消息放出去。藤万之心，不错啊，你现在就能搞到藤万之心。不知道，我还以为你能在什么书里看到过呢。不过能让你开发布会，还能让教授们参会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吧？那是当然。你这么紧张干嘛？
太久没见到这些故人了。行了，主角是我，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之前就看小秦不是一般人，这次居然能搞到藤蔓之心，唉，运气好罢了。一会儿乔纳森州长坐哪儿啊？今天的会我没资格参加，来的都是各个序列大学的顶尖教授。州长没资格参加一群教授的会议，看来老李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真不是吹的呀。我可得借这个机会挑个牛逼的大学，跟个牛逼的教授。啊，发布会要开始了，我就先出去了。好的，州长您忙。欢迎各位教授参加由秦思阳先生发起的藤蔓之心发布会，同时也是李天明先生宣布复出的说明会。怎么感觉在这些教授眼里，老李比藤蔓之心还宝贵啊？首先向大家介绍秦思阳先生。秦思阳先生在上个月觉醒了序列能力，在1周的时间里，总共获得6114个积分。唉，这你们议论什么？又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东镇大学的教授先举手，是有什么问题吗？请问秦思阳在哪里猎杀的神明？第14121区域。什么？6000多分，全在那种地方？这有什么好吹的？我原本以为就是个捡到藤蔓之心的幸运儿，没想到实力也这么强。是啊，不过没有实力的话，也捡不回藤蔓之心吧？是啊，是啊。我还有个问题，中荣大学的教授，你有什么问题？秦思阳同学在那1周后又干了什么？好像他的积分就只是在那1周集中获得。秦思阳同学后来接到南荣大学佛伦萨副教授的邀请，前往南荣大学，为佛伦萨副教授的论文提供新的恶命章鱼的击杀信息。什么？他击杀恶命章鱼？而且还为论文提供信息？这孩子的未来不可限量啊！牛逼！借本次藤蔓之心发布会，秦思阳先生想向各高校承诺，他将捐献1/4的藤蔓之心给特招他的高校。不好意思，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接下来是李天明先生宣布之前他身上的指控被撤销。接下来是李天明先生宣布之前他身上的指控被撤销。现在面向各个高校求职，李先生的履历曾在某所序列大学担任副院长。这就介绍完了？我操！老李好像知道台下会是这种反应，就好像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那种高傲。西荣大学的教授先举手，你有什么想问的？请问李教授对于招聘院校的条件是？我会去特招秦思阳的学校。我的风口好像被抢了。请问李教授这次求职是代表个人求职，还是代表您之前领导的中荣科研团队里的教授一起求职？我当年被指控害死了数十个序列能力者，所有的联系工具都被封禁，个人被禁止与任何序列能力者联系。2年里和团队没有任何沟通，就连他们有人现在成为教授，也是刚刚从这位南荣教授口中得知。当年的事，大家都各有难处，如今大家各自安好，我只代表……抱歉，打断一下，西荣大学教授吴宇代表个人，愿意继续随李教授进行研究。中荣大学教授常天祥代表个人，愿意继续随李教授进行研究。中荣大学教授常天雄代表个人，愿意继续随李教授进行研究。地形研究所教授陆道清代表个人，愿意继续随李教授进行研究。中正大学教授郝亮代表个人，愿意继续随李教授进行研究。如此一来，这个秦同学不仅本身就具有特招的潜力，还手握上交母校的藤蔓之心，现在再加上整个李天明团队集体加盟，不同的序列大学已经没有特招他们的实力了。就看4荣5镇还有天地人3星研究院怎么各显神通吧。
我已经得罪了秦同学，就别在这里掺和了。啊，是的，校长，李天明也会加入。校长，我觉得咱们新建的实验室大楼可以给他们。是院长，保证完成任务。好像我的风头都被抢走了。没事，我还有个演讲。这是那个教授啊。我小明星幼儿园园长张狂代表个人。张狂？我看你是猖狂，幼儿园园长来凑什么？什么情况？那些教授都没让老李这样啊，这个园长好像很不一般呢。对，张狂也要加入李天明的特招团队。是的，我刚看到李天明和张狂的指控都撤销了。不是，这怎么都在讨论老李他们呢？不是我的特招吗？还好有老钱在。本次藤蔓之心发布会与李天明先生的求职会到此圆满结束，剩下的时间各位教授可以自由交流。老钱，我不是还要做个演讲吗？怎么结束了？李校长说，这些教授都是做科研的，最讨厌繁文缛节，直截了当会让他们觉得更有价值。我个人没有特别心仪的院校，一切都以秦思阳先生的意志为主。虽然有点没面子，但是目的应该也达到了。这次发布会圆满结束，还是要感谢乔纳森州长的鼎力支持啊！是啊，不是州长提供场地，我们连个会议室都找不出来。小秦是第14州的骄傲，我作为第14州的州长，理应帮忙的。来，咱们举杯敬小秦。客气了，州长。小秦呐，我倒是有个父亲之情。州长您说。我有个儿子，今年跟你一起参加特招，希望到时候小秦能让他加入李教授的科研团队。哎，我还以为你要我的藤蔓之心呢。没问题。哈哈，痛快！真是没想到啊，你老李还是个魅魔。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当时我被我最亲近的人，我的前妻指控，害了那几十个学生，我就以为所有人都是这样。你是被你前妻陷害的？是啊，这么多年都没发现，想害我的，竟然是相处多年的枕边人。别难过了，老李，你不是还有几个忠肝义胆的老伙计吗？的确。对了，你今天为什么不跟那些教授说你会分得1/4的藤蔓之心呢？也许不让他们知道，才是一段最好的故事呢。也是啊，1/4给特招我的学校，1/4捐给各个高校，1/4给老李，最后留1/4自用。光是捐给各个高校那部分，都让这么多教授来参会，难保有人得知老李有藤蔓之心，借着重逢打别的心思，天下熙攘，皆为利往。各位都知道李天明团队的事儿了，什么意见？得给萧志刚上点压力了。当年李天明教授出事，我无能为力，现在多少也该补偿一下李教授了。老前辈，你是真想补偿李教授，还是想打感情牌？都想。那就一起给萧志刚上上压力，提前开始特招吧。好，这事儿我们南荣干了。喝吧喝吧，挺大个校长，怎么跟个贼一样？小秦，我估计最近特招就会开始了，你要做好准备。现在不是7月份特招吗？现在才4月份呢，我们这么牛逼？他妈的，4荣5镇就算了，天地人3个研究院的院长凑什么热闹？他们想提前开启特招，应该是想要那孩子手里的藤蔓之心。教育部的孩子捡到藤蔓之心，就应该上交教育部，让教育部来分配藤蔓之心。现在还开了个什么发布会，甚至教育部排除在出席名单之外，简直是放肆，简直是岂有此理，简直是那个什么。那那些校长联合申请的提前开启特招呢？告诉他们教育部不准。阿里森、李斯特，你们都是南荣的校董，
说说吧，这个萧志刚怎么弄的？赵校长，萧志刚部长气量狭小，但总还是上位者，他驳回了联合申请。我们确实没有反制手段。毕竟各个高校的经费都在他手里握着，其他三荣还有别的资金来源。我们他妈的，老子南荣每年给他教育部上交多少科研成果，萧志刚发放的经费却一年比一年少。老子当时就该跟北荣那些人一起闹事儿的。赵校长慎言，北荣已经被取缔了。不行，藤蔓之心和李天明那个背后团队的科研技术加起来，萧志刚给我们发放的几十年的经费加起来还多了。其他三荣没有动静吗？都在等第一个闹事的先登场啊。那好啊，林秘书，通知教育部和其他高校，南荣大学绕过教育部，提前开启特招。好的，赵校长。赵校长，这样会不会？当然会。阿里森校长，你有什么意见？好吧，我们支持赵校长的决定。好啊，赵龙飞挑头了，那我东镇也要帮帮场子。秘书，照着赵校长的文件宣布，东镇大学绕过教育部，提前开启特招。秘书，向敌人开炮！敌人？镇长，哪个敌人？萧志刚。看来我们中荣拖了大家后腿了呀。那老夫就帮大家解决一下问题吧。我是中荣大学校长韩硕，帮我接一下联合政府秘书长顾维扬。反了，都他妈反了！4荣5镇，就连天地人星3个研究院也不听教育部的命令了啊！好啊，一年的教育经费，我他妈的谁啊？不知道敲门！顾秘书长，您怎么来了？请将武器寄存。毕竟是幼儿园，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嘛。老张还会害我不成？咋了？你想要孩子了？我有。你有？老李，你们来了。这个张园长怎么一脸坏人的样子？这儿都是为孩子修建的，只能委屈你们把床拼起来睡了。老张，出去说吧。小秦，你是先休息还是怎么说？我要先休息了。啊，行吧。坐了1天1夜的车了。这都1天了，怎么温叔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喂，温叔，你没出什么事吧？遇到2个择世教的教徒。你没事吧？我没事，他们可能有点事。他们有什么事儿？一个头不见了，一个胸口以上都不见了。知识就是力量啊！你小心点，他们是来找你的。找我？我要睡觉了，先不跟你说了。好。你跟这个秦思阳什么关系啊？还帮他杀人？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好歹也是一起做过事的人呢，你怎么这么冷漠？我已经说过了，让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们才是一类人呢，温叔。我就说收走武器有蹊跷吧，我就说你像坏人吧。怎么了，小秦？张院长，不好意思啊，来的时候把我武器收了，然后我看你不像好人，我以为……没事。小秦呐，也怪我没跟你说啊。老张这个样子，是因为他训练能力的缘故，绝对信得过。我就是好奇啊，你一个大学教授，怎么和张院长成了朋友啊？你遇见我的时候，我还在居安学校当什么狗屁校长呢。老张是当时被我指控的时候唯一替我做保的人，自然也受了牵连。都过去了，我现在不也恢复清白了吗？难怪。什么难怪？难怪当时发布会那些教授说要追随你，你只报了张院长。老张，这人你怎么看？我跟你情况差不多，对这2年安全区里的势力变化了解不多。我倒知道那个择世教想对我下黑手。择世教？老李，你知道择世教？安全区建立以来，人们一开始都对世界失去了希望，
所以教会也应运而生。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教义，一些极端的教会被定义为邪教，像什么灭世教、轮回教，宣传是神明降世是对人类罪恶的惩罚。但是像择世教宣传的是神明是在对人类进行考验，因为教义正向是安全区明面上可以传教的最大教会了。小杰，你什么时候惹上教会的人了？你们不说，我甚至都不知道有教会这种东西呢。也许是你行事太张扬了。张队长，你这是什么序列能力？我刚刚用了全力才把他打晕的。序列？我没用序列能力呀。那还好你不是敌人呢。老张要是想杀你，你浑身绑着芒刀都没用。都是当年了。当年？不提也罢，要不先把这人绑起来吧。老是把他打晕也没用啊。那干脆把他头取下来毒记忆吧。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取头毒记忆的。现在我们抛头露面不比在居安学校的时候，尽量不要招惹那些大势力。老李真是老了呀。怎么，他以前很狂吗？怎么说呢？算了，不提也罢。我感觉再这么打，他可能就会有一点死了。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害我？我是聋哑人。哦，张医生，干他！青年的脑袋。易容术，我操，还有这种序列技能？序列千奇百怪，很正常。不过我看这人则是叫圣子胡禅。哎，张园长别停啊！再不停，圣子就没了。大胆圣子？这么叫感觉他很神圣的样子。大胆逆子，为何要谋害于我？藤蔓之心，大胆，还敢觊觎我的？哎呀，小杰，你不会是偷的人家的吧？什么话呀！读书人的事儿怎么能叫偷呢？这种情况，你们两个大人不该把我放下来，然后教育一下他吗？是吗？是吧？胡禅，你为什么派人到居安学校偷袭我？什么偷袭？我杀你还需要偷袭？要不咱们心平气和的聊聊？你的意思是，你和3个护法各自为营，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行为？谁信呢？我信。教会始终不是联合政府的组织，必定不会任其做大，对其分而化之，达到制衡的目的。那你来刺杀我又怎么解释？进来就被打晕了吗？好像还是3次。那你来找我什么事儿？我想要一部分藤蔓之心。我想找出害我的人。我可以把3个护法骗过来，你自己审问。那你骗吧。那藤蔓之心，哎！你们带武器没？站住！3位好像都是实力不凡的序列能力者啊！你们抓了我们的圣子，所以得罪了。 3位应该不是为了圣子来的吧？当然，我想以一部分藤蔓之心与择世教交易为条件，交换知道你们谁指使教众来偷袭我，不管是谁指使的，择世教依然可以获得藤蔓之心。至于这部分藤蔓之心怎么分配，由向我证明谁指使教众偷袭我的那位护法做主。秦先生是赌我择世教内部不和谐，对吧？对的。那秦先生说。对了。 我是真不知道秦先生有藤蔓之心，我们都是收钱办事的。分而化之，逐个击破。小秦现学现用还不够，还能大胆创新，前途真是不可估量啊！也不知道我们家小飞以后能不能像小秦这么聪明了。秦先生，虽然教众是我指使的，但您刚刚说……你放心，我说了谁证明谁就能分配。你怎么证明？这是我和萧志刚的聊天记录。 以及他不肯赔偿我2个序列等级5的教众的损失，能让萧志刚买凶杀人，小秦，你可真得小心点了。萧志刚是谁？先捂住他，过后问老李他们吧。行，我知道了，张护法，这整件事我都不希望有第2个人知道。为了没有麻烦出现，所以我要在3个月后和择世教进行藤蔓之心的交易，没问题吧？
没问题。秦先生真是心胸宽广啊！教育局部长，害我干嘛？这说来话长了。萧志刚出了名的心胸狭隘，你的藤蔓之心发布会没有邀请他参加，后面这些大学为了你不顾教育部命令，提前开启了特招。行，萧志刚，记住了。小秦真是不简单呐，10几岁就能和安全区的大人物们打上交道了。那可不，还不知打交道呢，你还打了大人物呢。那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圣子啊。再说你们俩不也打了？老李你还给人圣子整上捆绑了都。呀，你不说我还忘了，我给圣子锁厕所里了。你给人锁厕所干嘛？我怕他的气息被那3个护法发现了。他跑了？不，你不是答应他要给他藤蔓之心吗？我什么时候答应他了？我那是诈他的。再说了，这是对他违反序列管理条例的惩罚。这孩子，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心机重，让我有点害怕呀？你把我一个弱美男子单独拐到第9区，我还没害怕呢。行了，睡觉吧，明天带你去第9区外碰碰运气。圣子应该是被那几个护法带走了。我去，这两个怎么跟狗一样？只能先甩开他们俩，再回去拿藤蔓之心了。儿子，儿子，老李，你脸上……那个张园长，我们公交车要迟到了，先走了。老李跟着孩子真是投缘呐。如果没有郭九霄这个人，老李对他儿子应该也有这么宠吧。哎呀，好困呐！老李，你儿子多大了？8岁。是今年8岁，还是每年8岁啊？你小子，跟我说话还拐弯抹角的。今年8岁。小秦，你是聪明人，很多事情你都猜到了。你有什么想验证的，你就问吧。我确实是有敌人。很厉害。小秦啊，你小子是不是一向运气都很好啊？是吧？你想不想要比藤蔓之心还珍贵的材料？我操，那我当然想啊！一个藤蔓之心都让这些人抢成这样，这什么玩意儿？老撞我！我要是再拿到更珍贵的材料，这些人不把我当爷爷供起来啊！那你把血容元扔了干嘛呀？我操！你小子真是命里带财啊！怎么说？这下面是积水海棠，你看那花里那滩水，你刚扔的血容元就生活在里面。栖息在海棠积水中的血容元会在身体里孕育赤红结晶，而这种结晶比藤蔓之心还珍贵。比藤蔓之心还珍贵？那去拿赤红结晶岂不是比取藤蔓之心还凶险？是的，取赤红结晶需要在血容元活着的时候取，也就是你要跳进海棠积水中，而海棠积水能在10秒钟内识别出入侵的生物，而让海棠花关闭，并且整株海棠会潜入地下。取赤红结晶的人最后会死在积水中。那我刚刚在岸上抓到那只，你这就属于老天爷追着喂饭，你把饭打翻说妈妈告诉你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我没听过你的序列，不知道你的技能，以我现在的能力，最多能控制这株海棠5秒钟。富贵就在眼前，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了。5秒，那就是一共15秒。不行就算了。那可太简单了，实力这一块你放心。我说小秦，我看你这么自信，我怎么反而有点怕呢？怕什么呀？今天我让你开开眼，什么叫实力？老李啊，这也不怪你，毕竟你只是区区一个顶尖大学的顶尖教授，没见过我这种会瞬间移动的挂毕业证啊。小秦，别这么狂，那海棠的积水有毒，你要是感觉不对就立马出来，千万别犹豫。放心吧。我怎么心里直打鼓呢？
不知道这个瞬移技能，到时候会不会让老李大吃一惊？找到了，10、9，我去，这东西动作还挺快。8、7、6，这小玩意还挺狡猾呀。5，小秦，你好了没？4，小秦，实在不行就出来。好像他一直在3个点打转。3，发现你的门道了。2，小秦，出来。抓到你了。1，啊，终于出来了吗？不对，就赤红结晶被用过来了。不行，小秦还没出来。再下坠，那快点出去。等等，这里面怎么还有人？管不了这么多了，吃一块肉用，赶紧出去，老李撑不了多久。别吃。这人护甲挺硬的，我看是你父亲，还是我的拳头硬，怪我好事的家伙。小秦，你小子不会真要栽在这里面了吧？老李应该……看来我在下面待了太久了吧？先回安全区吃点东西吧。啊！我干！手机被那个机身腐蚀掉了，那我怎么回去？遮下面，或者把脸遮住，还是遮下面吧。万一遮脸，脸没遮住掉了，就更丢人了。谁让那哥们害我的？最后我的命没害成，还把自己搭进去了，也算是对他的惩罚吧。这个赤红结晶，这种珍贵材料，会不会结缔契约的方式都一样？算了，还是出去问问老李他们再说吧。万一没整对，这一袋子材料再给我弄没了，我这么明晃晃的拿着一大袋赤红结晶，会不会太招摇了？万一再遇到个我这样的人，啊？这位大哥，青纹护甲出新款了。我是迷路了，让神明打成这样的啊！这么可怜，那你怕是好久没吃东西了吧？是的。好，这是，真是个可怜人啊！穷的剩个口袋，还出来猎神，还被打成这样。慢点，哎，这个世道，把人都逼成什么样了？这大汉人还挺不错的。大哥，你叫啥呀？哦，我叫赵四方，你呢？刘大志。感谢赵大哥款待，您帮我指个方向回安全区吧。他不会再打我赤红结晶的主意吧？这兄弟太可怜了。我看你我年龄相仿，实力肯定不如我。果然。我送你回去吧。啊？有我在，你也安全一点。等回了安全区，我再回来猎神吧。大哥，你是干什么的呀？保镖吗？不是，我是经营商会的。我看起来很显老吗？我们怎么年龄相仿了？大哥，您贵庚啊？18。你这说笑了吧？哦，我们家大人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就让我这么打扮的。你们家大人？哦，我爹叫赵龙腾，我二叔叫赵龙飞。南荣校长赵龙飞，你怎么知道？哦，我开学就是南荣的学生了。哦，幸会幸会，我也是。那既然如此，赵兄请。刘兄请。刘兄啊，我刚说我叫刘大志啊。哎，刘兄，
你知道咱们这一届有个特招生叫秦思阳吗？哦，略有耳闻。招生什么看法？哼，在我看来，这种没实力、靠捐资源进来的垃圾。哎，怎么了，刘兄？我也这么觉得。赵兄，你继续说。咱们兄弟还真是投缘呐。本来我打算等开学去给那小子上压力。上压力？对啊，你没看式神营地的帖子吗？他要的那个什么定制特权的特权，要猎神积分在年级进前3才能生效。只要我们新生有3个积分比他高就好了。没想到这个浓眉大眼的赵四方，心肠这么黑啊！那赵兄现在积分有多少了呀？哦，我不高，我才2万多。我操，2万多还不高？那积分在你之上的新生有几个呀？据我所知，反正不少，至少我没进前3。你2万多分都没进前3？我说赵龙飞这老小子，怎么当答应我只进前3答应的这么痛快？不过也不重要了，秦思阳已经死了。啊？小秦以前就只能在食堂吃点廉价饭菜，好不容易有点钱了。今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参加秦思阳先生的葬礼。秦思阳先生生前……好了，逝者已逝，生者仍要继续。小秦同学的葬礼，怎么把这种衣衫不整的人放进来了？我是秦思阳。哦，什么？秦思阳没死？秦思阳又活了？秦思阳怎么回来的？什么？他是秦思阳？老李，这是你给我找的丧葬主持人吗？各位能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葬礼，我秦思阳十分感动。我听闻在场各位都对我的遗产很感兴趣。是的，在场诸位都想确定赤红结晶的归属。那作为培养秦思阳多年的教育部，肖部长，这是我的葬礼，等下次你的葬礼你再讲话吧。我听说那颗赤红结晶还没有建立契约，那么诸位前辈、长辈，既然大家愿意来到我的葬礼，也就是认可我秦思阳价值，那就请大家听我说。还说什么？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我没说让大家得不到啊。在场各位，有人或许和李天明教授交集不多，对李教授没有了解，但我和李教授生死之交，能让我一个安全区的孤儿完全信任，就这一点，我认为完全可以。让大家了解李教授的人品。说这些有什么用？李教授拿着赤红结晶能等我7天的人，我不相信他会独吞赤红结晶。是啊，小秦，看这小子这样的，八成是刚从安全区外回来，哪里有渠道知道李教授等了他7天？李天明，一个刚洗脱嫌疑的杀人犯，有什么资格分配赤红结晶？你喊什么？大家都知道，李天明教授此前蒙冤，被发配到14121区域当中学校长，也就是我的中学。如果不是李校长当时不克扣食堂经费，如果不是李教授对我悉心开导，我一个安全区的孤儿也许早就在这个吃人的世界自行消失了。李天明这个人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前处长是将我拉上正途的恩人，那李教授就是我做人的知己，我们互相了解，互相支持，所以我相信李天明教授一定会把赤红结晶分给有需要的各位。但有人企图毁掉大家的赤红结晶，并诋毁我的知己。好小子，这招真漂亮，道德往往能解决很多事情。不行，爹跟二叔说做人要有道德，这是别人的东西，我不能打开。尽管这枚赤红结晶我已经交给了老李，但我不想分给谁，我觉得老李应该不会有异议。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枚赤红结晶没有联合政府的份额了？是没有肖部长的份额了。好啊，赵校长，你这是要跟教育部对着干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其他的同僚今天要看联合政府吃这个亏吗？少一个人分，我们每个人得到的就都多一点。副司令是为了那么几颗赤红结晶，你确定要跟我对着干？你算老几？
而且按你说的把赤红结晶毁掉，那我们可就什么都得不到。那看来你们是非要跟我斗一斗了。我超。